2014年3月17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习近平先生到了法国啊进行演讲，演讲这主题就是中国这个狮子醒来了啊，中国这个狮子还很可爱啊，这个过去中华民族受欺迫、受打压、受迫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啊！大家记住，那个是非常震撼的一次演讲啊！当看到这个的时候，作为中国人，你包括我本人啊，热血沸腾，热血沸腾啊！然后呢，我就出席了再一次的在2013年那次的演讲的那个组织的再次演讲啊，各国政要、世界大金融集团啊。我的旁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左边坐着一个中国唯一的啊，跟我同皮肤的来自中国的一个最牛的一个企业家，因为这个组织是绝对不能说出名字的。我的这另外一边坐着一个投资了他最多钱之一的老牌的英国大的银行家啊，老人家也80、90岁了。当时啊，我谈了一个观点。我说，当大家看到这个习主席在法国演讲的时候，中国人全只为之沸腾，啊，狮子醒过来，这是我们全中华民族的希望。但是我想知道的事情，这个狮子醒来之后，这个狮子他看管的是谁的利益？啊，他将听命于谁？这个狮子他是吃掉我们中国人民的羊，吃中国人的羊。还是与西方挑战的，跟你们西方的叫西方的八国联军是狼嘛，是跟你们狼群挑战的这个狮子，还是说连你们的狼连我们的羊都吃掉这样的狮子？这个定义非常准确啊！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大家讨论。我旁边那位啊，跟我同样脸的这位企业家，半天啊举起手以后说我要发言啊。我很惊讶，我从来没听他讲过英文，结果那天他的英文讲得特别好，虽然磕磕巴巴，但是意思大家都明确，大家频频点头啊。他一直以来很少发表绝对的政治观点啊，我是在那里就是非常绝对啊。他的观点很清楚，说从现在看啊，中国人民都希望出来个强人，中国人民希望能解决出来一个能解决中国现在体制缺陷、和平过渡的强势领导人，啊，这个前提是不能回到社会主义，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中国要逐步的缓和的走向民主法治的时代，实行多党制或联邦制啊。但是从现在来看，从他个人和习主席、王岐山、孟建柱啊，当时他还提到了这个江泽民和朱镕基，他的个人交往来看，他说这一次的18大之后。和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可能会走向1932年的德国的时代，啊，魏玛共和国之后出现了希特勒，说这个一旦民族主义啊，或者说利用民族主义的泛起啊，然后不去解决社会的这个贫富悬殊极大的问题，而是去拉仇恨啊，包括这个信号告诉大家。可能中共将在中国内部再次掀起国际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有可能主要是共产党的老策略，拉仇恨、排外。他说他非常担心，然后他夸我啊，说文贵今天的这些观点啊，让我刮目相看啊，然后这个拍了一下挺肉麻的话啊，当然了，我也很舒服啊。这个之后。啊，又让我发言，实际每个人只能发言1次，不许发言2次啊！大家集体要我又再发言，其中另2个人愿意把发言时间给我，让我再说一说，我就谈了另外一个观点。我说我希望大家关注一个热点啊，我说现在香港距离所谓的1国2制啊还不到30年的时间。我说大家去想一想，共产党会甘心的把香港交还给这个香港人民所谓的30年的1国2制的自由会继续下去吗？啊，我的答案是肯定不会啊！大家都是集体鼓掌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结果了。另外一个，我是要谈到的观点是，美国一旦出来一个极端的总统，或者带有民族主义倾向，
或者说真正的维护美国利益的一个总统，会不会改变美国这些年来的这个比较在国际上和平或者说比较弱化的这种强势政策？我的答案是一定会，不管是美国哪党，是男的女的，哪个种族哪个皮肤的总统一旦选上美国总统，他一定会都对中共强硬。我对中共的强硬的结果一定从贸易下手，从贸易开始就会逐渐到金融领域、科技领域，最后对抗到区域的整个战略的这个对抗，最后势必会形成中俄朝伊包括土耳其，包括非洲的某些国家，甚至欧洲某国都会加入。我的世界将出现两极的局面。共产党所追崇的世界需要多极化的世界，所谓大国共治所谓的多极化，我认为就变成两极化，就是穷国要跟随着邪恶的独裁国家对抗现在已经文明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我说就是我开始所说的，这个中国的狮子醒来了，是对中国人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还是羊群，还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处在威胁之中的这么一个羊群？醒来了一只狮子，一群狮子，9000个狮子或者1000个狮子，我们这羊群还能活好吗？西方还能活好吗？所以我认为东西方的对抗，文明的对抗，大陆文明的对抗和海洋文明的对抗，和现在的邪教和独裁和现在基督教天主教徒的对抗，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独裁经济这样的对抗一定会发生。